大家好，我是拳头。权力的游戏剧情发展到现在，我看完后的反应是，不禁让我想到2017年 HBO 官方实锤的《黑客》泄露版全游最终季剧本，这也导致编剧重新删改了最终季的剧情，比如遭到领盒饭的夜王，连家的戏份本来是到第5集的。那接下来就和大家聊聊这版被泄露的全游最终季剧情又是怎么样的一个结局。开始看片吧。在泄露剧本中，第8季的第1集开始，闪电大王和艾迪因拖延异鬼大军南下，惨遭杀害，只有托蒙德和詹德利2人逃往林东城。另一边，龙妈和雪诺等人来到林东城，雪诺发现三傻对龙妈的到来很不开心。这一部分的剧情发展，目前新老剧本都一样，包括瑟西和幽伦同床，小熊女不愿意臣服龙妈等。不过幽伦在泄露剧本里的第1集有个重要的决定，他打算先把陆家常年没人掌管的风息堡拿下，屯兵暗算龙妈。而且幽伦在和亚拉的对话中，他说想登上铁王座。在这一集，二丫还跟雪诺秀了一把自己的武艺，让雪诺大吃一惊。这里剧情也被砍了。还有一个被砍掉的剧情是，梅丽珊卓去了光明神殿，见到了另一位红袍女巫，就是帮龙妈在迷林宣传的那个人。梅丽珊卓说自己已经把冰与火结合到了一起，并把复活雪诺的事情也告诉了金瓦拉。金瓦拉称赞了他，并让他回到北境完成最后的使命。再来说说波龙，他的剧情也被大改。波龙在泄露剧本的第1集时，就主动跟随詹姆一起去了林东城，而不是像现在的剧本里拿着弩箭去暗杀詹姆。老剧本里，詹姆去林东城时不是孤身前往，而是带了一些愿意跟随他的狮子家的军队，毕竟人家活了8季还是有朋友的。第2集的剧情在时长上是2个小时，托蒙德和詹德利终于抵达了林东城。詹德利没有和二丫的床戏，雪诺选择了保守秘密，没有跟龙妈说自己的身世，但开始主动疏远龙妈，让龙妈觉得很奇怪。君临那边，瑟西流产了，詹姆和波龙到了奔流城后和艾德木图利会面，跟他一起去了林东城。二丫在林东城见到了导师贾昆，得到了一瓶毒药。贾昆对他说，你会成为千面之神最忠实的仆人。大战前夕，雪诺找到了奈德的好友霍兰，确认布兰说的话。霍兰承认当年奈德走出极乐塔时确实手里抱着莱安娜的孩子，至此雪诺相信了自己的身世。在战前会议中，龙妈因身体不适没有参加，小恶魔作为代表提出了一个防守异鬼的计划。托蒙德和自由民无垢者和多斯拉克骑兵将全部携带龙晶武器去恐怖堡和异鬼们准备交战。在王者军团前往林东城的路上，2条巨龙负责用龙焰焚烧尸鬼。史塔克家的风尘和古地骑士将会在林东城作战。小恶魔计划打造一个有层次的防御体系，来创造更多杀死夜王的机会。雪诺希望布雷尼把三傻、二丫和布兰带到鹰巢城避难，二丫拒绝了，并决心加入夜王大战。八爪蜘蛛此时收到情报，幽伦已经攻占了风息堡，并把黄金团驻扎在了那里。另一边的弥桑代和学士确认了龙妈怀孕，龙妈也很意外自己能再次怀孕。龙妈和弥桑代倾诉，不知道为何雪诺对她冷漠。后来雪诺去问龙妈为什么不参加作战会议，龙妈也开始选择沉默不语。与此同时，布兰发现了夜王大军将至，让梅拉去宣布消息。突然，夜王就伴随着暴风雪来了，众人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北境的军队和多斯拉克的骑兵在去恐怖堡时与夜王交战，在这里的结果和目前电视剧一样，死了一大批多斯拉克人，但不是冲锋送死，而是被突然袭击。目前梅丽珊卓还没出现，不过骑兵们用的都是龙晶武器。骑兵们都陆续战死后，雪诺也差点送命，好在有白灵舍命保住了他。龙妈在城内因怀有身孕不能骑龙参战，非常沮丧。弥桑代在一旁安慰着他。卓哥在空中因没有主人操控，在烧异鬼的同时也烧死了很多人类士兵，再加上夜王龙的龙焰，北境军队和龙妈的军队都死伤过半。托蒙德和自由民惨死在卓哥的龙焰下。梅拉去找布兰，想把他带回城里。布兰说自己能帮上忙，于是控制了雷哥加入战斗。所以划水之王布兰在之前的剧本里是有用的。另一边的灰虫子在跟异鬼战斗中牺牲了，异鬼们攻入了城堡去杀布兰。正在危急关头，詹姆带着狮子家和鱼家的援军正好赶到。布兰成功控制了雷哥，攻击夜王和他的僵尸龙。布兰想用雷哥咬断僵尸龙的脖子，但同样受到了致命伤。不过雷哥用龙焰成功点燃了僵尸龙身上的夜王。在之前的设定里，夜王是怕龙焰的。受伤的夜王开始逃离战场，此时异鬼冲进神木林，杀死了布兰和梅拉。雷哥因为布兰的精神控制突然掉线，从空中坠落，被异鬼杀死。因为夜王的撤退，异鬼开始减少。雪诺下令所有人尽快撤出战场，逃往南方。第2集的最后，龙妈和雪诺在卓哥的背上燃烧着死掉的龙和士兵的尸体，防止他们被再次复活。第3集，雪诺等人在灰水望重新集结军队。雪诺提议在鹰巢城伏击夜王，小恶魔开玩笑地说，夜王10个好汉就能给鹰巢城开包。但在场的只有波龙知道笑点在哪。夜王小股部队赶到，狮子家和鱼家的军队来不及准备，但还是成功击退了这波敌人。雪诺当即要求龙妈和八爪蜘蛛等人撤
撤回龙石岛。龙妈同意后，两人吻别，把卓哥留给了雪诺。大雄看到后心里不是滋味。另一边，席恩重新夺回了派克岛，并与剩下的北境军队驻防。小熊女等人在撤回熊岛时遭遇劫杀牺牲。二丫和猎狗和大部队走散了，现在他俩准备去君临城讨债。晚上，二丫和猎狗扎营，突然一队尸鬼冲向他们，二人与尸鬼搏斗，但打斗声引来了更多尸鬼。此时，二丫的狼带领狼群出现，消灭了大部分尸鬼，但狼群损失惨重。战斗中，二丫丢了缝衣针，二丫想找剑，但却被猎狗骂现在没时间找这把该死的剑。瑟西这边，幽伦此时回来告诉他，黄金团已经驻扎在了风息堡，于是幽伦当即索要奖赏。之后，瑟西和幽伦结婚了，科本主持了婚礼。晚上，瑟西和幽伦两人开始。而与此同时，在画面的另一边，詹姆去布雷尼的屋中看望他。布雷尼因为仆人与尸鬼的战斗中牺牲，非常的伤心。最后两人也。第4集的开场，瑟西通过科本的情报网得知了龙妈的行程。瑟西说服了幽伦去夺回铁群岛，他这么做是因为想借助敌人的手除掉幽伦。之后，瑟西让黄金团去拿下龙石岛，活捉龙妈。回到龙石岛的龙妈被八爪蜘蛛告知黄金团会来偷袭这里，龙妈现在只能希望雪诺胜利来增援自己。在这个剧本里，八爪蜘蛛没有那么废。此时龙妈的肚子已经大得很明显了。在洗澡时，龙妈安慰弥桑代灰虫子的牺牲。隔天，梅丽珊卓再次来到龙石岛，见到了龙妈，告诉她战胜夜网要付出巨大的牺牲，他想用龙妈孩子的王者之血来祭祀。龙妈很愤怒，让他赶紧滚。在宫殿外，八爪蜘蛛又和梅丽珊卓有了一次对话。对话中，梅丽珊卓说出了八爪蜘蛛小时候在火焰中看到的预言，他将拯救维斯特洛。之后，梅姨就离开了。另一边，雪诺等人正在前往鹰巢城。小恶魔从詹姆口中得知瑟西的阴谋后，告诉了雪诺。雪诺让大雄等人回去保护龙妈。三傻到了鹰巢城，见到了罗宾，并让他命令罗伊斯为古地骑士指挥。罗宾此时已经长大，决定加入战斗。在鹰巢城，詹德利和三傻相处得很愉快，正逐步往猎人的方向发展。在派克岛，幽伦舰队来袭，并放话给席恩，不交出铁群岛就杀死亚拉。此时席恩感到一股寒气袭来，告诉幽伦亡灵大军正在赶来。幽伦认为尸鬼不会游泳，瞬时间尸鬼从海中走出，开始入侵。亚拉抓住机会踢倒幽伦，逃出升天。席恩恳求亚拉逃回龙石岛，但姐姐想带弟弟一起走，弟弟拒绝了，并说不会第二次辜负他。姐姐带着少数人乘船逃走，席恩独占幽伦，被幽伦一斧击毙。其他士兵与异鬼们战斗，死伤过半。幽伦最后带领少数人逃走。第5集，这集才是与夜王的终局之战。在鹰巢城，人们已经做好了大战前夕的准备。夜王的龙虽然休养了一段时间，但是一只眼睛和翅膀都已残废，无法愈合。大战开始后，异鬼大军尸山尸海，势如破竹地攻入了鹰巢城。夜王的龙烧死了罗伊斯爵士和古地骑士。此时，雪诺骑龙冲向夜王，布雷尼也在大战中被异鬼所杀。詹姆看到后变得疯狂，杀死了异鬼。布雷尼临死前说，詹姆是个有荣誉感的人，希望他能帮自己完成承诺，保护三傻。詹姆答应了。现在虽然人类的部队在减少，局势也不好，但小恶魔在战场上依然指挥若定。夜王这次没有骑龙，他跟异鬼们进入了鹰巢城。另一边，他的龙正试图杀死詹德利。詹德利在危急之下用龙晶长枪插入了龙的嘴里，并龙坠落而死。雪诺骑着卓哥杀了个回马枪，向夜王喷火，最终夜王死于鹰巢城。另一边的龙妈现在到了要生的时候，山姆和弥桑代负责接生，而黄金团的部队已经攻入龙石岛，污垢者们奋死抵抗。大雄来到宫殿里保护龙妈，龙妈生下了个女孩，并给她取名叫莱恩娜·塔格利安。这时黄金团已经杀入了宫殿，龙妈因为生产大出血即将死亡。临死前，她希望大雄和弥桑代能继续保护她的女儿。龙妈希望大雄能杀死自己，结束痛苦。大雄不愿意，一旁的八爪蜘蛛用碎心杀死了龙妈。随后，黄金团团长进入宫殿，要求八爪蜘蛛交出龙妈。他告诉黄金团的人，龙妈已死。团长得知后，捅死了八爪蜘蛛，并把龙妈的尸体带回了君临。山姆、弥桑代和大雄在八爪蜘蛛舍命的拖延下，把孩子藏了起来。战胜夜王后，雪诺和三傻来到龙石岛，发现所有人都死了。山姆看到了雪诺后，从密道里出现，把孩子交给了他，并告诉了雪诺来龙去脉。远方的二丫和猎狗此时来到了君临，他们决定让瑟西有债必偿。瑟西听科本说龙妈已经死了，开心的他为胜利干杯。片刻后，瑟西酒中的剧毒开始发作，让他痛苦的死去。死前，他看见科本摘下了面具，二丫出现在他的面前。魔山正要攻击二丫时，猎狗和二丫的冰原狼出现，猎狗最终用火把点燃了魔山的头，将他彻底烧死。一段时间后，幽伦回到君临，发现瑟西死了，他假装很伤心，然后登上了王位，成为了新的七国之王。另一边，小恶魔知道龙妈死后悲痛欲绝。不久，亚拉来到龙石岛，并告诉了雪诺席恩战死的消息。之后，龙妈的尸体被幽伦挂在了君临城墙上，民众们纷纷向他尸体扔粪便，羞辱他。
另一边的二丫想回去帮助雪诺，但猎狗使命达成了，想早点离开，可还是决定跟二丫去帮雪诺。在龙石岛，众人商量如何对付幽伦。詹姆认为是幽伦杀死了瑟西，想让他血债血偿。会上，因为龙妈已死，山姆告诉了大家雪诺的身世，但雪诺说自己不想称王。不过他最终还是被黄袍加身，成为了王。三傻知道雪诺的身世后，对自己父亲的隐瞒有些不知所措。雪诺让三傻成为了林东城的继承人，于是三傻动身回家。此时梅丽珊卓再次出现，最后被雪诺审判，死于卓哥的龙焰之下。之后雪诺带领全部人马杀向君临，并穿着塔格利安和史塔克双色战衣，七龙在群舰之上。在君临的幽伦看着雪诺的军队前来，准备迎战。狮子家军队首先进攻君临，黄金团的大象兵碾碎了狮子家的军队，雪诺骑龙杀死了黄金团的一名团长。幽伦他们经过漫长的时间，终于造出了3架有毒的巨弩，这3架巨弩射中了卓哥的双翼，让他跌落地面。最终大军冲入了君临城，雪诺带着不能飞的龙，试图带他躲在龙穴。詹德利和亚拉去红堡找幽伦，但实际上幽伦正准备带人去屠龙。猎狗、詹姆、波龙、乔拉发现了幽伦，加入战斗，但波龙不愿意加入，最后没有走进龙穴。詹姆发现雪诺现在很危险，因为只有他和小恶魔知道龙穴里藏有大量的野火，如果龙喷火，那龙穴所有的人都会死。雪诺试图拔出龙身上的巨剑，但失败了。幽伦冲进龙穴和雪诺单挑，詹姆出现，从背后捅伤了幽伦，并试图带雪诺离开龙穴。大熊和猎狗以及狮子家的士兵跟黄金团作战，掩护雪诺。黄金团们投掷长枪，龙在垂死挣扎时喷出龙焰，引爆了野火。幽伦临死前狂笑，所有人都会惨死于此。龙穴爆炸，雪诺、詹姆、大熊、猎狗都葬身于此。詹德利和亚拉惊恐地看着龙穴爆炸，庆幸自己没有过去。当小恶魔等人知道雪诺也牺牲后，都十分崩溃。结局在二丫带着他的狼重新回到厄斯索斯中结束了。3年后，山姆成为了河湾地领主，并教着小山姆读书识字。三傻成为了林东城和谷地的领主。詹德利被摄政王小恶魔封为了风息堡领主。三傻和詹德利结婚，生下了孩子。之后，三傻看到了余家的孩子手中拿着二丫的缝衣针，问他这是从哪来的。他说是打猎时找到的。最后，三傻和詹德利来到林东城地窖，雪诺的雕像立于此处，在父亲奈德的旁边。小恶魔成为摄政王后，和弥桑代结婚，并在睡前给小莱恩娜讲着龙家的传说。小恶魔跟弥桑代说，莱恩娜终有一天将成为真正的统治者，并保证自己永远会在权力的游戏中陪伴莱恩娜。片尾，被杀死的布兰被带回了长城以北，异鬼将他放在了祭坛上，并用一颗龙晶插入布兰的胸膛。布兰睁开了眼，成为了新的夜王。最后的画面，祭坛再次被冰霜覆盖。以上就是2017年黑客泄露版《权力的游戏》第8季所有剧情，和现在剧本重启后的《全游》第8季相比，孰优孰劣，相信大家心中自有分数。欢迎在评论区里讨论。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咱们下个故事见。